3号桃牌，3号的桃牌。陕西绥德县挖出中华第一勇士蒙恬墓，当专家打开棺材盖板以后，竟然在棺内发现了3把青铜宝剑。当专家拔出剑鞘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我1、2、3，拖好啊！我准备抽了啊！啊，你们力量一起，慢慢的，哎，好，放着一起放，哎，对，慢点。虽然经过了2000多年的泥水掩埋，但是它依旧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就在这时，考古实验室又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们在一个不起眼的黑漆盒里面竟然发现了秦简。当专家将秦简上面的文字解读出来以后，大吃一惊，原来蒙恬不只是一位武艺超群、统领30万秦军的将领，他还是一位发明家。通过对这批秦简的深入研究，专家还意外揭开了蒙恬真正的死亡原因。相信屏幕前的你也和我一样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蒙恬手握30万大军，为何不造反呢？保持你的好奇心，双击点赞，加个关注。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蒙恬墓之谜。位于陕西省绥德县城西的大理河畔，文物部门在这一区域进行考古钻探时，意外钻出了一座古墓。考古队员立即将勘探转为抢救性发掘，并将这座墓命名为哀墓54号墓。然而，当考古队员发掘到地下3米的距离时，却突然出现了一排粗大的原木。让考古队员疑惑的是，这些原木并没有经过细致的打磨加工，有的还能看到树皮。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保存越好的墓葬，往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就越高贵。那么，用原木覆盖的哀墓54号墓，墓主人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呢？经过考古队员的实际测量，每根原木的长度大概在 2.5 米左右。在众人尝试将这些原木移出墓室时，他们发现根本抬不动，最后只能改变方案，在墓顶和墓葬上方的平地之间搭建一个简易的坡道，用绳子捆住原木的两端，上面4个人拉，下面4个人往上推。1、2、3，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最上层的原木终于被一根根的运出了墓室。当最后一根原木被运出墓室以后，眼前的一幕再一次让考古队员们傻了眼。整个墓室不仅完好无损地被保存了下来，而且还被积水所覆盖。在震惊之余，考古队员更多的还是兴奋，因为这种墓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保水墓。俗话说得好，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像这种积水绝氧的保水墓，十分利于文物的保存。湖南长沙马王堆女尸和墓中的各种器物之所以可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就是得益于这种保水墓。为了一窥棺内的宝贝，他们尝试打开最上层盖板。将最上层盖板打开以后，考古队员开始将棺内的水往外舀。突然，有考古队员注意到墓中的木板上似乎有东西。照相机急忙上前拍照，原来是2块木板上画有许多的彩绘图案。为了更好地保护这2块版画，考古队员立即将它们送到了考古修复室进行脱水作业。在红外镜头下，图案完整清晰地出现在众人眼前。需要对照红外的那个照片，我们再来仔细的看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人在坐着，然后呢旁边呢是有一个扁壶，扁壶上面有一个那个提绳，是那个红色和黑色的，非常非常的细，就是点状的。考古队员还发现，这些人的穿着打扮竟然有秦人的风格，其中一块版画绘有仙鹤，这种仙鹤的形象最早出现在长沙子弹库楚墓的帛画中。在另一块版画上层的一只扁壶也是典型的秦式扁壶。难道这是一座秦朝时期的古墓？如果这是一座秦墓的话，与蒙恬所处的年代算是对上。随着哀墓54号墓中的随葬品一件件的被提取出来，这种推测逐渐得到了佐证。1、2、3，谁个家？
陕西绥德县挖出秦始皇爱将蒙恬墓，打开棺材盖板，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棺内层层叠叠的堆满了随葬品。就在这时，墓主人左右两侧的2个长条木盒吸引了专家们的注意，因为这2个长条木盒紧紧地贴靠在墓主人骸骨两侧。专家猜测，这一定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木盒里面盛放的究竟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2个木盒被送到了考古实验室。文物保护专家立即对木盒展开了清理工作。打开木盒，除去淤泥，3把青铜宝剑赫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剑匣内青铜剑保存得非常完整，其中1把剑还保留着剑鞘，甚至包括装饰剑鞘的丝织物都还清晰可见。小心啊！我1、2、3，拖好啊！我准备抽了啊！啊，你们力量一起，慢慢的，哎，好，放着一起放，哎，对，慢点。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终于顺利地将青铜剑从剑鞘中取出。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泥水浸泡掩埋，但是当专家测试青铜剑的锋利程度时，依旧还可以削铁如泥。这2把呢，装在这个左边的一个剑匣里面，这把长一点的剑装在右边的一个剑匣里面。这个剑呢，规格比较高，它的这个剑首啊、剑戈啊都是玉制品，这是它的剑戈、剑首，它是这个位置的。还有一件这个玉璧，它是出自于这个剑鞘的这个顶端这种装饰品。这个剑呢，是很典型的一把这个秦式的这个长剑。随着青铜宝剑的出土，专家十分确认，这就是一座秦朝时期的古墓。然而，让专家惊讶的是，对于一般的古墓来说，墓中能出土1把宝剑就已经非常罕见了。而 M54号墓一下子出土了3把青铜宝剑，这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身份更加的好奇了。这时，有人猜测，这该不会是秦国大将军蒙恬的墓吧？能享有3把宝剑的将领，一定是等级非常高的将军。放眼望去，非秦始皇的亲信蒙恬莫属。难道这真的是中华第一勇士蒙恬的墓？就在专家疑惑之际，他们在3把剑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3把宝剑中，唯独最短的那把有很多的使用痕迹，剑刃上有很多明显的缺口，而其他2把长剑的剑刃上疤痕却很少。按常理来说，像剑这样的近身格斗武器，1寸长1寸强，为什么墓主人长期使用的却是最短的1把呢？有些文献记载里面说，这个秦人呢，他的这个铸剑的工艺啊，到了战国晚期，特别是这个成为6国之后啊，已经非常先进了。有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有一部分剑呢，剑身非常的修长。《荆轲刺秦王》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秦王那个剑他拔不出来，因为那个剑啊太长了。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面对荆轲的攻击时，因为剑太长而拔不出来，最后一边跑一边把剑背在背上才拔出来。经过艰难险阻才刺中荆轲。那么秦始皇当时所佩戴的剑到底有多长，才导致难以拔出呢？从秦始皇兵马俑1、2号坑中所出土的青铜剑，我们就能看出，经过专家的测量，兵马俑坑中的青铜剑长度均在81到94.8厘米，可想而知，将近1米的长剑不是那么容易拔出来的。这也就解释得通为什么长剑的剑刃上疤痕很少。专家表示，这种长剑装饰精美，使用疤痕少，一般是用来象征身份的佩剑。那么 M54号墓的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就在大家议论之际，发掘现场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在棺内发现了大量的秦简。通过解读秦简上面的内容，专家大吃一惊。谁回家？
不要用手机拍，不要用手机拍。3号桃牌。3号的桃牌。陕西绥德县挖出秦始皇爱将蒙恬墓，打开棺材惊现3把青铜宝剑。通过解读出土的秦简，专家们竟然意外揭开了蒙恬真正的死因。我们也终于理解为什么手握30万大军的蒙恬不造反的原因。就在这时，一件人俑露出了头。大一点的人俑70号，接着放，能放下不？刚好。两个数嘞，他得40数啊。还有，不要紧，不要紧。紧接着又有一件倒扣着的人俑，遗憾的是，这件人俑已经七零八落，但是考古队员还是细心的将它们清理了出去。这些出土的木俑中有扁平木片直接雕刻出人形的，也有雕刻后拼接而成的圆柱形人俑。这些人俑五官均为简单刻画，用黑色描出眉毛、眼睛、棱锥状的鼻子。有趣的是，这些人俑的头发全是用真人头发粘上去的。随着众多人俑的出土，专家们对这座宝水墓有了更多的期待。就在这时，修复室又有了新的发现，在一个不起眼的黑漆盒里露出了许多长条状木片。这些木片会是写满墨书秦传的竹简吗？我就用手去从那个盒子里面去看是泥巴里面有没有东西，结果呢，手摸下去以后呢，就发现是有一根根的这种像细长的这种形状的。当时我很兴奋，我就觉得会不会是竹简。当专家将木条上面的淤泥清洗干净以后，木片上果然有秦传，这是一批非常珍贵的秦简。考古专家迫不及待地开始解读秦简上面的内容。然而随着一根根秦简被解读出来，专家们大吃一惊，原来这座墓的主人叫谢，并不是中华第一勇士蒙恬。虽然墓主人不是蒙恬，但是专家通过解读竹简上面的内容，却有了一个意外收获。这些秦简里竟然有关于蒙恬将军的记载，竹简上面只言片语地提到了蒙恬将军生前的一些事迹，最后还说蒙恬将军在接到赐死诏书以后，并没有立即自杀，而是交出了兵符，将自己关到监狱里，等待秦始皇的发落。然而蒙恬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病死沙丘。胡亥派来的特使得知蒙恬不愿意自杀，急得暴跳如雷。因为蒙恬不死，他自己必死无疑。在这紧要关头，特使拿来毒药，逼迫蒙恬喝下去。喝完毒药以后，蒙恬仰天长叹：我怎么得罪了上天，竟无罪被处死？我筑长城修秦道，期间很可能挖断了龙脉，但也罪不至死。说完便含冤而死。这个时候有人好奇了，为什么蒙恬手握30万大军不反抗呢？原来蒙家军3代人都为秦国效力，他自己虽然手握30万大军，完全可以拿着30万军队反抗胡亥、赵高和李斯等人，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蒙家世代在秦为将，对秦始皇更是忠心耿耿。而且蒙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杀敌报国，效忠秦王，他的思想告诉他绝不能反秦。民间还一直流传着蒙恬造毛笔的传说，如今出土的文物证明，毛笔在蒙恬之前其实已经出现了，蒙恬只是对毛笔进行了改良，并不是发明了毛笔。由于他改良的毛笔非常好用，当地人将它称为笔祖。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如今我们现在使用的毛笔和蒙恬改良过的毛笔极为的相似。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墓主人的信息，专家决定将墓主人的骸骨送往检测中心。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意外发现了2枚印章。当专家将印章拓印下来以后，一个谢字映入大家的眼帘。谢生前是一位会使用兵器的将军，根据谢的骸骨检测结果，他死亡的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结合墓中出土的3把青铜宝剑，考古专家推测谢至少为秦统一征战了20年。正是因为这一点，专家才误把谢当成了蒙恬将军。因为2人之间相似的地方太多了，又同处在秦始皇统一6国时期，而且都是为秦国统一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您对这座秦墓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